有没有一种投资可以跑赢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可以跑赢你的基金经理，跑赢通胀，而且每年只花费一点点的时间？难道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我还真不是忽悠你。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种完美的投资工具。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拒绝做韭菜，我是何斌。从之前的视频给大家分享过，长期以来股票是所有投资标的中获利最高的，远远超过债券、黄金以及房产。但是投资股票的门槛也是最高的，需要大量的做研究，而且还要不断的练习。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小白，想要赶紧参与股票市场，但是又没有经验，你需要从什么开始呢？很多人可能会有答案，就是购买基金。但是从数据来看，真正投资基金的投资人赚钱也依然是少数。那么原因呢，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市场上的基金数量已经有好几千只，怎么挑选基金难度其实跟股票差不多。其次，参与基金的投资人一般都是牛市的时候才开始投资，那个时候股价已经到天上去了，进去当然是当接盘侠。最后，大部分基金经理的业绩远远落后大盘，加上每年的管理费、申购费、赎回费，普通投资人要想赚钱真的是非常困难。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很郁闷，难道对于投资小白就不能有一个正常一点的投资工具？好消息是还真的有，我们在不完美中寻找了完美的投资工具。那么这个投资工具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呢，也被称之为叫 ETF， 全称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投资大佬巴菲特曾经说过，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竟然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我们要知道，专业投资大师巴菲特在几十年来唯一推荐购买的一种产品就是指数基金。传奇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也说过，大部分的投资者投资指数基金效果会好很多。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也曾经表示，千万不要去做积极主动的投资者，千万不要想着能够战胜市场。他还说，你在奥运会胜出的可能性要比跑赢大势更大一些。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组合，然后对这个投资组合定期再平衡，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购买费率比较低的指数基金。杰出的投资大师巴菲特在1993年第一次推荐指数基金，到2007年巴菲特再次推荐指数基金。还记得在2020年巴菲特第一次网络股东大会吗？他再一次提到了指数基金。2007年巴菲特还发起了一个著名的赌局，对冲基金经理挑选主动的投资组合，而巴菲特挑选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双方互赌，看未来10年哪个收益率更高。截止到2016年，标准普尔的年复合收益率为 7.1%， 而同期的基金经理挑选的投资组合只有 2.2%。 很明显，巴菲特赢得了赌局。其实在对赌之前，巴菲特就知道自己必赢无疑。他说，我曾经推荐的就是低成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但是只有少数谦逊的投资朋友才会相信我的话。2014年的时候，巴菲特还立下遗嘱，如果他过世，其名下的 90% 的现金将让托管人购买指数基金。那巴菲特为什么如此崇拜指数基金？什么又是指数基金？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基金这个名词我们接触的非常多，基金又是什么？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简单来看，基金就是一个投资组合，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篮子。如果篮子里装上各种短期债券、短期理财现金，那么就是货币基金；如果装上各种企业债、国债，就是债券基金；装入各种公司的股票，就是股票基金；装入股票和债券的组合，就是混合基金。要了解指数基金，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指数。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指数看作成股票的平均价格。比如，如果班里有10个同学，统计一下数学考试的分数，算出来的平均成绩，那么这个平均成绩就可以看作数学成绩指数，它反映的是这个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股票市场上有好几千只股票，那么怎么能判断它们到底是涨还是跌呢？因此我们就有了股票的指数。比较有名的指数就是比如说像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那在我们中国呢，比较有名的就是沪深300指数等等。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指数基金是怎样诞生的。说起指数基金，我们不得不提出市场有效理论。第2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美股呢，也是在1954年开始了迎来10年的长牛。市场繁荣的同时，也是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时期。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一篇名为《论准确预测价格的随机性》文章中指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价格会表现出随机游走的行为。同一年，尤金·法玛发表了他的论文《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同样也主张随机游走概念。简单来看，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证券的价格总是完全反映了已有的信息。如果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证券的信息，那么市场上证券的价格变化就是完全随机的。
投资者不可能持续的在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1970年，尤金·法玛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并且借助于萨缪尔森在1965年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也就是在这一年，萨缪尔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尽管取得学术上的胜利，但是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应用，反而很多成功的基金经理用实践证明他们可以持续的超过大盘。因此也可以证明有效市场假说并没有那么有效，因为有一部分表现优异的基金经理还是可以超过市场的平均回报。那么直到约翰伯格在1974年创立了先锋集团，才在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框架内开发出了革命性的指数基金。1976年，萨缪尔森在新闻周刊一篇文章中指出，散户投资者需要一个投资于类似标准普尔500指数这样的指数投资渠道。约翰伯格受此启发，同一年发行了一支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公募指数基金，这也就是第一支指数基金。对于指数基金来说，它的原则就是不追求战胜市场。对很多自认为是高手的投资者来说，投资指数基金听上去其实缺乏吸引力，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不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只要买几只指数基金就可以做到不比专业投资人更差的收益。那听上去其实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约翰伯格把这种指数基金称之为被动产品，因为他放弃了高收益的可能，而是选择把成本降得足够低。这样的话呢，为投资人赢得了更高的收益。1977年，约翰伯格与先锋集团再次打破行业传统，停止通过经纪人销售基金，而是将基金直接出售给投资者。在去除了中间商之后，投资者用最低的价格买到了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可以战胜大多数的投资机构？它的理论依据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投资领域当中同样遵循着20-80法则，也就是市场大约有20%的专业投资人能够超过大盘。无论是在哪个市场上，战胜市场的人永远是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人而言，获取市场的平均收益就是一个不太坏的结果。第二呢，就是指数基金是一个平均股票价格走势，涵盖了一系列的股票，使得投资极其分散，也降低了投资风险。市场上有很多黑天鹅事件，想想最近的美国邮轮行业，由于疫情期间出现了巨大的打击，很多个股其实面临破产风险。如果投资指数基金，由于占的权重会非常小，所以基本规避了风险。那么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交易费用低廉。由于绕过了中间商，基金经理的操作难度也相对较低，基金管理费用远远小于其他基金。比如说，目前最大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每年的管理费只有0.09%。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在创建指数基金的时候就介绍，低成本是指数基金战胜其他股票型基金最根本的制胜法宝。从整体来看，所有股票基金中，指数基金的管理费和托管费是最低的一类。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能省下一大笔钱，省到当然也就是赚到。那么到底有哪种类型的指数基金呢？在这给大家简单介绍两类。那么第一类就是宽基指数，所谓宽基指数，就是在挑选股票的时候呢，并不限制具体的行业。第二类呢，就是行业指数，跟宽基指数相反，限定行业的指数基金就是行业指数基金，比如说消费业指数基金、石油指数基金、科技板块指数基金等等。常见的宽基指数基金，美股那就是非常著名的标准普尔500 ETF， 囊括了5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标准普尔500指数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这500家公司呢，也是美国经济的代表，定位上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沪深300指数。前面提到过多次推荐的指数基金，其实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不同于沪深3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不完全按照上市公司的规模来选股。换句话说，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不仅有大公司，那当然约占90%的份额，还有一些中型公司，大概占到10%。接下来呢，还有纳斯达克100 ETF， 主要包含了美国100家科技公司，比较熟悉的苹果公司、微软公司、亚马逊等等，都是在纳斯达克100指数里。说到中国的 A 股，有著名的上证50，它是上交所挑选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50家公司，以及沪深300，从上交所和深交所挑选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300只股票。沪深300的成分股比上证50多，也都是以大公司为主。从市值角度来讲，占到国内股票全部规模的60%以上，比较具有代表性。所以呢，沪深300也被称之为国内股市最具代表性的指数。除此之外，还有中证500 ETF， 它是将全部沪深300指数的300家公司排除，然后将最近1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300的企业也排除，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选入大公司，在剩下的公司中呢，选择日均市值排名前500的企业，这就是中证500指数基金。那么中证500本身呢，也是以中型企业为主。如果说上证50的公司也基本都在沪深300里，那么中证500和沪深300完全没有重合的公司。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指数基金，它们的定义以及投资逻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一些钱做一定的尝试，
建议选择定投的方式，给自己1年或几年的时间，然后看一看自己的收益。那么相信呢，你会被自己惊叹到。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分享，谢谢大家。